12月27日当晚，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金发大波浪的女人？没有。我们之前问过你，你说你完全不知道有人进过你家。对啊，那个非法的入侵你家的嫌疑人，在口供里面声称，当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一个金发女人从你家别墅开车离开。警察同志，他是个嫌疑人，而且他还是个小偷。那么他说的话你们能信吗？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我爸也可以作证。当天宋白宇打电话说要到家里来，见面之后呢，他说他要马上离开韩江，需要一笔钱。我知道他当时正在被警方通缉，所以我就严词拒绝了。但是考虑到他在我身边做了那么多年，我就跟他说希望他来找警方自首，同时我答应他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律师来帮助他。给犯罪的律师找一个最好的律师。赵先生，您是真懂法呀！啊，涂队长，你也觉得特别讽刺是吧？你跟宋白宇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过节倒谈不上，他就是个打工的，工作能力不太行。我之前问过你，你们的回复是，宋白宇去别墅那天晚上，只是聊工作而已。我之前呢，因为那个环保案陷入了一些麻烦，当时我就对宋白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当时就翻脸了，说如果我不给他这些钱的话，他就把集团里边那些商业贷款的文件公布出去。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那天居然跑到我家里来要挟我跟我爸。这些文件会被我的商业对手利用。东城就急了，跟他吵了几句。不过还好我们事先有所防备，所以我们也不怕他，当场我们就拒绝了他。这种人我可不敢得罪，我就让东城送他离开。不对吧？这时候人就走了，那血迹什么时候留下的？我们在你家别墅的地毯上发现了血迹，这个血迹来自于宋白宇。如果只是谈工作的话，你怎么解释？为什么地毯上会有宋白宇的血迹？东城不成熟，是我打的。宋白宇当时非常的狂躁，说急了以后，他就开始砸家里边的东西。你要知道，他1.9米的个子，家里面就……哎，赵先生，咱们说重点，你就说这个血迹是怎么回事？我让东城送他离开，他动手了，东城也还手，两个人推搡了起来。东城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从楼梯上面滚下去。我听到动静嘛，就过来查看。东城嘴角受伤了，宋白宇鼻子也出了一些血。我生气啊！他宋白宇算个什么东西啊？凭什么过来威胁我跟我爸？我当时生气，所以我就打了他一拳。我就是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做这种蚂蚁想撼动大树的事情。然后呢？然后他当时正好就站在楼梯口，一不小心就滚了下去。他从楼梯上摔下去的。嗯，他当时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事啊。过了一会儿就站起来，我就让他滚了。按照你说的，宋白宇是掌握了你们集团的商业机密，去要挟你们。他既没有拿到钱，还让你给打了一顿。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反抗就走了。那不然呢？他还能做什么呢？是。白宇，没事吧？记得把钱打给我。你待着吧。
记住，我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说。来，给，谢谢啊。没事，谢谢。头臀比5.7啊。嗯，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叫爸爸呀？为什么不是先叫妈妈再叫爸爸呀？行，不跟你争了。来，送给妈妈一个礼物。这2天你就在家闷头做这个呢？我一直有个梦想，我们有一栋大大的房子，房子呢在山底下，房子前面呢有一片大大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大大的丁香花树，风吹过来的时候啊，花香四溢。我呢就坐在树底下喝咖啡做手工，你和孩子啊就在树旁边捉迷藏。这一天不是快到了吗？谢谢你。不客气。白宇，今天乐乐踢了我一整天。阿姨说，她当年怀你时也是这样。我就想，是不是乐乐他想爸爸了呀？因为我今天也特别想你。说真的，我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总是你睡着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我总会一边看着你，一边猜，乐乐长大后会不会也是这样？想着想着，我们一家3口的生活就在我梦里出现了。我现在在阿姨这里住的挺好的，她一直都在照顾我，只是很多话我没法跟她说。我也感觉她有好多事儿不愿跟我说。白月，等你收到我的信，你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也就是说，宋白宇没拿到钱，还挨了揍。那以你对宋白宇的了解，这事儿他能这么就完了吗？他恼羞成怒，说一定要把这些商业的文件公布出去，让我倾家荡产。涂队长，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本分的商人，我的目标就是让咱们城里边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绝对不会受这种违法分子的威胁。我跟他说，你现在马上离开我家，如果你要是不离开的话，我就打电话报警。我是生意人，怕有负面新闻，怕这种事情被社会上的人给放大利用。宋白宇走了之后，你们父子俩干什么了？训斥，我严厉的训斥了东城。后面因为我们还有个电话会议，我带着东城去开会了。那上次我们去你们家，你为什么没有提你儿子跟宋白宇动手的事儿？中国有句老话嘛，家丑不可外扬。我觉得这么小的事情就没必要给警察添麻烦了。那地毯上的血迹为什么事后清理了？我爱干净，
家里的管家和保姆也见不得脏。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去清理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好，最后一个问题，那天你为什么让物业把你们小区所有的监控全都给关？因为我觉得，在汉江市我也算是公众人物吧。宋白宇被通缉，他找上门来，如果让外界知道，肯定会对集团公司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就让管家通知物业把监控关掉，因为毕竟那是自家的楼盘嘛。好，赵先生，那今儿先这样，谢谢你的配合。应该的，应该的。哎，赵先生，那天跟宋白宇一块儿去你家的那个人，他是谁啊？来我家的就宋白宇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不是吧？有人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金发女子，就在你们家楼下。进我们家呢，就宋白宇一个人。如果外面还有什么人在等他，我真的不清楚。明白了，谢谢你的时间。祝涂队长早日破案。林先生，你没事吧？没事。哎，这以前啊，是我最喜欢的味道，现在闻不了了。你能喝咖啡吗？肯定不行。但是我也实在是太想念这味道了。咖啡啊，木工啊，都会让我想起白宇以前的家。林先生，我还是那句话，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你能告诉我什么吗？好，在你们家，我发现了一个木锁，木锁里面有个芯片，这芯片里还有一段视频，视频里说，如果他不是已经出国了，就是已经死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关于死亡的预感。我能告诉你，白宇在出国前的计划和安排。他本来打算让我先飞到夏威夷，然后转机到圣基茨。他说他会开车到河内，到了那之后他会跟我联系。之前他已经在瑞士银行存了一小笔钱，等到他人过去之后，他会再带一大笔。有了这些钱，我们可以做点投资，可以保证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也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就是这些了。我得先走了，我如果出来太久，白宇妈妈会问的。这几年我撒了太多谎了，我累了，我也不想再撒谎了。
不好意思啊，来吧，开始吧。中柱，中柱，目前可以确定，这个录音就是林队自己录的。当时现场除了林队，还有另外2个人。我截取了这段录音里面的人声和呼吸声，计算了一下这2个人当时距离林队的位置。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距离的远近就可以确定是谁对我拔动的手？理论上可以这么理解。咱们再听一遍啊。你就放过我们吧，小勇，小勇！通过计算，这个没有说话只有呼吸的人，距离林队当时的位置非常接近，小于50公分。而秦修文呢，会稍微远一些，至少在120公分之上。你的意思就是秦修文当时在现场，不是离林小勇最近的那个人？是的，不是秦修文，因为120公分远远超过了秦修文单臂臂长，所以他很难直接接触到林队。那现在找出音频中第3个人是案情的关键，对吧？中柱说的没错，这个人就是杀害我爸爸的凶手，不能让他逍遥法外。老何，谢谢你。我也不是为了帮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任务，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小何，嗯，还有什么新发现？我把背景音的音频波形单独截取出来，做了降噪处理，单形成了异轨，一起听听。中柱，您用这个听。好，开始。再放一遍。轮渡汽笛声是吧？没错，我查了，2声长鸣笛代表着请求靠岸的信号，所以基本上可以锁定地点就是码头。我根据卫星定位图锁定了本市的3家码头，最南边的这家码头因为是去年年初刚刚开的，所以可以排除在外。现在范围内还剩下2家码头。中柱，我建议按照声音的传播速率，以这2家码头为中心开始排查。林兰，你回忆一下，你父亲当年有没有经常去的地方是靠近码头，能听见轮渡汽笛声的？那个刘家岛码头我有印象，我爸以前带我去过那边的钓鱼店，我记得当时那个汽笛声特别大，吓我一跳。我爸还因为这件事笑过。小陆，哎，你马上查一下刘家岛码头所有的钓场。得嘞，查着呢。有啊，刘家岛码头附近只有一家渔具店，叫吉祥渔具店，开了很多年了。吉祥？不叫这个名字啊。夫人，来了。香港那边的事情已经办妥了，现在就是韩江的货是有点麻烦。没关系，我要去联系。外面风大，到屋里坐吧。陪我坐一会儿。手怎么那么凉？
正是因为凉，才要出来晒晒太阳。温婉的孩子怎么样？身体还好，情绪很差。今后的生活，他可能没有准备。万一我们2个人被通缉，孙子的生活必须有保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来就是看看你，温婉一个人在家不放心。锦绣，小孙子的未来就靠我们2个人了，咱们不能出错。我想的跟你一样。来了，来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当年吊厂的老板，何老板。这位是我们检察院同事林兰。请问各位领导找我有什么事啊？请问一下，这个人你还有印象吗？哦，他呀，他是个警察吧？这个人好像姓林。您还记得呀？怎么突然问起他呀？这个牵扯案情，不便多说，请你理解啊。理解理解。我只是没想到，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找我问起他的事。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也算是我的一个心结。有一次大半夜的，当时也就是这个季节，特别的冷，店里没什么生意。哎，我正准备关门，他突然很急的到了这儿，还带了一个人。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正常做我的生意。结果到了第2天早上，新闻上就说这林警官死了，死的是非常突然，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也非常深。以前啊，他总来我店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带着他的女儿，也就这么高吧。想起那个晚上，我就觉得非常蹊跷。那您看一下，这个人是那天和林队一起来的那位吗？这个不记得了，因为那天天特别黑，而且我离那个人很远，根本看不清。这样吧，您要再想起什么呢，咱们随时联系。好嘞，没问题。好，谢谢。没事，谢谢了。没事，你客气了，客气。那我们先回了。哎，行，那你们慢走啊。哎，报告，刘璐，来，我听说，那宋白宇手机内存的数据都恢复了，是吧？对，你看这个，这就是从宋白宇手机里恢复出来的通讯记录。这是温婉给他打的电话，但之后所有未存的未接来电，都是温婉的新号码给他打的。我想宋白宇你还是比较了解一些，所以想请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信息。15点34分，他们通过一次话是吗？但是温婉给宋白宇打电话，应该挺正常的吧？哇，小罗你不知道，温婉找过我，他跟我说这个时间点他手机已经丢了。那会不会是温婉为了掩饰他给宋白宇打过电话，故意骗你的呢？不知道，
但我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辛苦你了，我再去搜集一些资料啊。行，那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小婉，出来休息会儿，我有点话跟你说。这张卡是给你的，密码是白羽的生日。等着情况稳定之后，我就会送你出国。阿姨，您这是什么意思呀？在不知道是谁杀了白羽之前，我不可能走的呀。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这个真相呢？难道您不想知道吗？你太年轻，很多事情你不明白。跟你最在乎的人相比，这个真相不值一提。不是的，阿姨，我最在乎的人就是宋白羽啊。不对，你现在最在乎的人，应该是你和白羽的孩子。送你平安出国，不仅是我的愿望，也是白羽的。那您呢？您会跟我们一起走吗？不会。我可以答应你，等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会去找你，陪着你一起把这孩子带大。手下。好好想想。是真的，那个录音是真的。我爸去过那个鱼棚，而且还有人跟他在一块儿。怎么了？这个啊，没事，新的，喝吧。啊，我今天和老郑去了那个鱼棚，那个鱼棚老板他记得我爸，他甚至还记得我。他说最后一次见我爸的时候，我爸好像跟什么朋友在一起。那个老板对那个人还有印象吗？他就说那个人当时很害怕。害怕？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其实是录音里的第三个人？有可能。那他跟你爸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出现在一起？如果这个人是凶手，他们来鱼居店又为了什么？所以说线索到这儿又断了。哎呀，不过那个鱼棚的老板说了，他想到什么会给我们打电话。行，那你先别着急，咱们先等一等，或许会有新线索。你在看什么呀？赵氏集团的资料。喂，哎，
境外银行的钱你动了？对，我给了温婉和孩子。我说过，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动的是我的那部分。什么时候走？快了。还是我来安排吧。现在动作大了，容易引人注目。锦绣，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在救所有人。哇，你好脏呀！回去应该洗澡啦。哎呀，怎么变矮了？快长高了。潇潇你好，我可爱吗？好可爱呀！你喜欢我吗？喜欢。潇潇，你看给你带什么来了呀？谢谢姐姐，真乖。元浩叔叔也来看你了。元浩叔叔好。哎，你是姐姐，我怎么成叔叔了呀？你个大男人在乎这么多干嘛呀？哎，小小，这个姐姐帮你拿去。这是爸爸买的，不能弄丢。哎呦，小小你误会了，姐姐是看它有点脏，想拿回去洗一下再拿回来，好不好？不行，这是爸爸买的，不能丢。好好，不洗了啊。我爸爸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怎么会？你爸爸……潇潇，你爸爸呢？现在要去做一件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他虽然很想你，但是他没办法来看你啊。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过来看我？他呀，潇潇，等你病好了，我带你去看他，怎么样？真的吗？那等我病好了以后，我一定去看我爸爸。潇潇，我可爱吗？可爱就是你做的太淡啦。那是因为我蜂蜜吃多了。你以后少吃点蜂蜜。我不要，我喜欢吃甜的，就跟你一样甜。怎么了？有点感同身受吧。不过我爸走的时候我挺大的了，再加上我还有姑姑在身边。可潇潇不一样，她生着病，爸爸也不在身边，也没有其他亲人。是不是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在关心他？再多人也抵不上自己爸爸在身边。下午流动开庭你准备好了吗？没问题。哦，那你是不是转岗之后第一次去上庭啊？对啊，还有点紧张。紧张什么呀？邱检察官经验丰富，而且流动这个案子比较清晰，证据链完整，没事儿啊。哎，你以公诉人的身份上过几次庭啊？我这不是在韩江给你当同事呢吗？也对，还比我低半级。要不你下车吧。被告人刘栋，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金海湾别墅区物业职工，因涉嫌盗窃罪，于2018年2月21日被韩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经我院批准，被韩江市公安局逮捕。本案由韩江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侦查机关以被告人刘栋涉嫌盗窃罪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听取了被害人及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刘栋因女儿刘潇重病急需医药费，从而决定对自己进行服务的金海湾别墅区 A14栋别墅实施盗窃。于2018年1月29日凌晨1时许，经 A14栋别墅露台进入内部房间，于保险柜中盗取价值人民币200万元的金条4根，随即逃离现场。认定以上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一、侦查机关移交的相关物证；二、被害人赵瑞、赵东成的陈述；三、被告人刘栋的供述和辩解；四、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入户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检察官邱丽琴，检察官助理林兰。别紧张，这以后都是家常便饭。被告人刘栋，你对上述指控是否有异议？你对上述指控是否有异议？有异议。哪些指控不属实？我不光偷了东西，我还杀了人。你杀了谁？杀了2个男的，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偷东西的时候，正好跟他们撞上了，我就杀了他们。后来我又偷了他们的车，把他们塞在后备箱里，沉湖了。下面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被告人刘栋，今天法庭是以你之前涉嫌盗窃一案开庭，请你如实回答，不要故意欺瞒。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说你杀了人，之前公安机关在对你讯问的时候，你只字未提。我们检方提审你的时候，你也什么都没说。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检察官在让我撒谎。被告人刘栋，你知不知道恶意污蔑公诉人员是什么后果？不知道。那你说说，我是怎么教你撒谎？我说的不是你，我说的是他。我杀了人，我特别害怕。本来我不想说这事儿，后来我怕瞒不住了，我想交代。可是他不让我说。被告人，你说检察官助理故意让你隐瞒杀人的事实，这是对检方行为不合法的指控。如果你说了谎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你清楚吗？我清楚，我清楚。他托律师找我，让我交个实底。我说了。后来律师跟我说，警察那儿一点线索都没有。
让我咬紧了嘴，不能说出杀人的事儿来。那你现在为什么要交代？我害怕呀。就算我自己不承认，将来被你们查出来，我得判多少年啊？左右一想，我还是争取主动吧。主动交代，争取从宽处理，或许我还能保条命。那你说，检察官助理为什么让你撒谎？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律师跟我说，这位林检察官心理上好像有些问题。从小失去了父亲，受了不少委屈，挨了不少欺负。他可能一看到没父亲的小女孩，就想起他自己了吧？兰兰，我爸爸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兰兰，这是爸爸买的，不能丢。他跟律师说，特别心疼我们家潇潇，杀人的事儿千万不能说，不能让他从小就没了父亲。刘总，你胡说！都办好了，您放心。国外的房子和钱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要耽误，赶紧走。我现在就在去机场的路上。好。律师跟我说，这位林检察官心理上好像有些问题。他可能一看到没父亲的小女孩，就想起他自己了吧？200多万，够判无期的了。无期？这是我女儿的呀，你见过我女儿了？她好吗？不太好。她怎么了？你女儿现在的情况就是需要钱好好治疗，我能帮她。检察院的检察官也能帮她，他能帮你到什么地步？你女儿的病你还不清楚吗？他能把你女儿接回家去抚养长大吗？刘东，你想过没有？你女儿的未来就在你手里。什么意思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会让你在你宣判前看到一份受益人是你女儿的保险单，保额2000万。2000万？刘东，你敢赌吗？刘总，你胡说！肃静。坐下。被告人，你说的这些话有证据吗？有。他经常去看潇潇，为了表示诚意，还把潇潇住院的医药费给交上了，还偷偷的给潇潇塞钱，买好吃的。辩护人律师，被告人说的情况，你都知情吗？
报告审判长，刘栋之前的辩护律师裴东因病请假退出了本案。被告人刚才所述的情况，我也并不知情。审判长，该情况如果查明属实，那么检察人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我有权利申请有关人员回避。根据刑诉法第31条规定，检察人员回避应当由检察长决定。鉴于被告人的说法是否属实，需要时间调查核实。法庭决定暂时休庭，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喂，哦，我是邱丽琴。领导您好。林兰是我的助理。好，我知道了。林兰还在谈话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组织一定要查清楚。刘栋一直强调，林兰缴了住院费以后，想从情感上打动他，让刘栋认为林兰是真的为他好。林兰怎么说？住院费是他交的，但是他不承认，引导刘栋不让他认罪。刘栋的这个翻供是毫无意义，他的盗窃罪已经坐实，而且金额巨大，肯定是判无期。所以他认不认杀人这个罪，他都出不来。如果组织上调查刘栋的描述属实，林兰就不适合现在这份工作。那你要是在这种情况下给林兰停职，我觉得对她太不公平了。公不公平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是要以组织调查结果为准。而且现在停他职，对他也是一种保护。就这么定了，等他谈完话，你通知他吧。也只能这么做了。近日，别墅失窃案犯罪嫌疑人刘某对杀害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某一事供认不讳。太过分了吧，顾哥，这帮人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呢？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我看这就是有人在刻意制造舆论。这种恶意的攻击，没必要看了。这就是诬陷，你们觉得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了。我现在就希望大兰哥没事。放心吧，检务督察部的耿主任肯定能查清楚。你们都在这儿？燕主任，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林兰，但是现在你们谁也帮不上忙。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去打扰他，不要给他增加太大的压力。放心吧，燕主。好，看会儿吧。好了，哎，林兰，进来，坐。燕主，你直接批评我吧，我知道是我自己做的不对。你有什么不对啊？是对弱者保持善意不对，还是被人恶意污蔑、自证清白不对啊？燕主，你相信我。坐下说。林兰，没有人怀疑你。我们自己同志什么样，我们很清楚。调查是必须的。你刚刚转岗，就面对这样的挑战，对你的成长也是个帮助。
这个刘栋非常顽固，下了厅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邱主任现在正审着呢。他当然不敢说，谎言就经不起推敲。你说的非常对。不过，不管刘栋在庭上因为什么原因翻供，他女儿的处境还是非常让人同情的。我想在处里搞一次募捐，你把募捐上来的钱亲手交给他们。燕初，林兰，你给我记住，我带出来的兵，绝不能就这么容易的被打垮了。是。这回能坐下了吧？倔强，越来越倔强。唉。这心里要是有苦水啊，就倒出来，别憋着。就是不知道说什么。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我倒霉的事儿，让你开心开心，怎么样？你觉得我学习好吗？学吧。哎，但是我差点肄业，真的。我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有人诬陷我抄袭，最后我差点没拿到硕士学位证。谁这么恶毒呀？这关系你一生的前途。他趁我午休的时候，把我电脑里的论文给偷走了，然后放到网上去卖，最后还诬陷我抄袭。然后呢？然后啊，用我论文的这个人比我交稿早，在我论文过审的时候就被定为抄袭了。但是好在宋白宇帮我找到了用我论文的那个人，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就查到了聊天记录，最终才真相大白。没想到宋白宇还有这么好的时候。我想跟你说的是，在真相大白之前的这段时间，我非常的纠结，但是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这为了安慰我，老底儿都翻出来了，够意思。我好多了。有数据显示啊，说这个女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智商几乎为零。你现在这样就是严重的智商不足。你用你的脑袋好好想一想，这件事它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用我的脑袋好好的想了一下，这个刘栋他的行事逻辑就是有问题的，他背后一定有人。对，唆使刘栋去陷害你的这个人，肯定跟真凶有密切的关系，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把人藏在后备箱这么关键的信息呢？而且他还在法庭上说了这个事儿。智商回来了。所以咱们就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肯定能还原真相。行，那你明天是不是停职在家？跟主任让我在家好好写情况说明。好啊，我陪你去过医院，发挥你我的聪明才智，我帮你也写一份，明天一起递上去。这么好写呀？必须的呀。1礼拜晚饭。真的是老狐狸。
爸，去坐那儿。裴东怎么回事？我要是不问你，你打算瞒多久？爸，我不是故意瞒着你，但是你看啊，那个刘栋他就是借钱眼开，现在检察院那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就相信我这回吧。这种人收你的钱，他也能收别人的钱。这个刘栋不光不会成为杀人犯，你还会让别人通过这条线摸到你的身上。爸，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知道求我了？我错了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个裴东我派人处理了。谢谢爸。坐下。新月城那儿怎么样？哦，项目那边特别顺利，咱们那个剧场也都盖好了。今天公司宣传跟我说要搞个什么剪彩仪式，但是我不是想着咱们最近，所以我就说从简。为什么要从简？您不是说公安局那边盯着咱们？我是让你个人低调。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越高调越好。知道什么叫清者自清吗？我知道了。你知道个屁！我赶紧跟他们联系，让他们重新策划，往大了办，往好了办。董成，你是咱们公司的脸面。没事了。